男人做生意失败，为了让远房表哥出手相助，他特地宴请对方到家中做客，还让妻子张罗了一桌的酒菜。然而男人万万料不到，他的这个决定竟会将夫妻俩的人生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男人名叫李长贵，自幼腿部残疾，可他的妻子韩秋香却貌美如花，对李长贵一直不离不弃。想让妻子过上好日子的李长贵，很想成就一番事业，怎奈时运不济，几年打拼下来，李长贵不仅生意失败，还欠下了累累债务。走投无路的李长贵便带着妻子来投靠自己的表哥王大奎。可他们不知道，摸爬滚打多年的王大奎早已经成了一个老油条。王大奎并不想帮助李长贵，于是就故意将李长贵安排到没有底薪的销售部，想借此让李长贵知难而退。可李长贵却是感激不已，还请王大奎到家用餐以表感谢。此时的李长贵怎样都想不到，自己竟是在引狼入室。对李长贵不冷不热的王大奎，在看到如花似玉的弟媳韩秋香后，却两眼放光。长贵啊，你娶了这么一个又漂亮又能干的老婆，哎呀，可是真有福气。王大奎万万料不到，又瘸又穷困潦倒的李长贵竟然拥有这么性感靓丽的娇妻，他的心里瞬间不平衡了起来，眼神也充满了侵略性。而从第一次见面起，王大奎便开始对韩秋香想入非非。这天，心痒难耐的王大奎更是打起了歪心思，他直接拨通了韩秋香的电话。喂，大表哥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呀，听长贵说你也在找工作，我家的保姆呀刚好走了，要不你给我来做饭，薪水方面啊也完全不用担心，你们不是还要还债吗？你就忍心让长贵一个人四处乱逛呀？王大奎的建议对落魄的小两口来说是个好消息，但王大奎那天急色的样子却让韩秋香犹豫了。直到接下来一场意外的发生，韩秋香终是下定了决心。连续东奔西跑了1个月的李长贵始终未能拿下一个订单，并且在他烦躁不堪的时候，债主竟又找上了门。来者不善，李长贵只能被迫答应对方1周内还钱，但这对夫妻俩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事。看着丈夫心力交瘁的样子，韩秋香最终狠下心来找到了王大奎，答应做对方的保姆。为了替丈夫还些债务，韩秋香还向王大奎提出了预支1年工资的要求。看着韩秋香声泪俱下的样子，王大奎答应了。他觉得刚好可以借此人情亲近韩秋香，于是便开始肆无忌惮起来。哟，你的微信段说了，我得听听啊。大表哥，你干嘛？秋香，我喜欢你，难道你没看出来吗？啊！我可是你弟妹，请你自重。韩秋香的反应让王大奎顿感脸面尽失。为了逼韩秋香就范，王大奎开始百般刁难李长贵，因为一个小问题，甚至要扣除李长贵好不容易做出来的奖金和工资。李长贵因此大受打击，一蹶不振，整夜借酒消愁，不忍丈夫从此自暴自弃。韩秋香再次找到了王大奎，想求王大奎网开一面。殊不知，这正中了王大奎下怀。他开始借机再次亲近韩秋香，不料韩秋香却抽开了手。哎呀，你不是来求我的吗？我怎么一点儿也没看到你的诚意呀？你说这长贵啊，有什么好啊？啊，既没钱，又是个瘸子，不如啊，你就跟着我算了。王大奎想趁此机会挑拨韩秋香夫妇的感情，让韩秋香跟了他。可对丈夫一往情深的韩秋香自然不肯答应。而王大奎见状并不死心，他紧跟着就许诺韩秋香会给李长贵安排一个好工作，让李长贵的前途一片光明，夫妻俩以后就不用为生活发愁了。韩秋香闻言顿时心动不已。当王大奎再次提出非分的要求时，他最终咬牙答应了。而得到韩秋香后，王大奎果真遵守承诺，免去了对李长贵的处罚，照发工资和奖金，还让李长贵单独负责几个项目。一连串的好消息让李长贵如获新生，可韩秋香的心里却是五味陈杂，心里的负罪感让她无法直面丈夫。当王大奎再次提出要求的时候，韩秋香果断拒绝了。王总，我们以前的事儿就到此为止好不好？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。你我都是有家庭的人，伤害到谁都不好。韩秋香急于跟王大奎断了关系，可王大奎却不甘心就此结束。
为了长期霸占韩秋香，王大奎竟直接找到了李长贵，在对李长贵的工作表示肯定的同时，又提出外派李长贵到上海负责分公司的经营。为了说服李长贵，王大奎还表示，每年李长贵只要将本金上交给公司，利润都归李长贵。可实际上，这个公司常年都处于亏损状态。一心想东山再起的李长贵，短暂犹豫后决定冒险拼一把。王大奎是故意调走李长贵，显然是想长期亲近韩秋香。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，王大奎一直在上海做事的妻子孙丽丽意外得知了这件事。孙丽丽当即赶到王大奎办公室大闹了一场，完了又杀回家里，对韩秋香倾泻怒火。韩秋香，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再动一大回，我就告诉长贵去。孙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千万不要告诉长贵，千万不要告诉长贵啊！大哥。经此意外，韩秋香在王大奎家再也待不下去了，提着行李就想去上海找自己的丈夫，不料却被王大奎拦住了。韩秋香，你想的未免太天真了吧？我能让李长贵爬上金字塔顶，我就有本事让他滚下来。王大奎为了和韩秋香保持关系，不仅拿李长贵的前途做威胁，还想方设法将妻子支回了乡下。为了丈夫的事业，韩秋香最终还是妥协了。身在上海的李长贵对妻子和王大奎的事是毫不知情。为了东山再起，他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。没想到1年后，李长贵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干，竟将这个烂摊子公司扭亏为盈。王大奎得知这个消息后，顿感难以置信，心里也开始不平衡起来。因为一旦年底分红下来，李长贵夫妻俩不仅能还清债务，还能大赚一笔，这是王大奎不想看到的。而韩秋香这边看到丈夫翻身有望，她顿时也沉浸在喜悦中。殊不知，她和王大奎的秘密即将暴于日下。这天，夫妻俩外出散步期间，王大奎突然发短信给韩秋香，担心丈夫发现，韩秋香只能找理由掩饰。可她眼神躲闪的样子，还是引起了李长贵的注意。晚上，韩秋香手机再来短信的时候，李长贵多了一个心眼，偷偷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结果却看到了王大奎发来的暧昧短信，而一场狂风暴雨也瞬间来袭。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长贵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韩秋香，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他王大奎比我有钱，还是他比我会哄女人开心？你就跟我带这么一大驴吗？长贵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。事已至此，韩秋香只能向李长贵坦白了所有的事情。李长贵瞬间陷入到疯狂当中。冷静下来后，李长贵终于发现，王大奎是在一步步设陷阱，以挖空他的一切。担心王大奎对上海的项目出尔反尔，李长贵想到了一个方法。他很快找到王大奎，控诉对方卑鄙不仗义。王大奎起初还不断的狡辩，直到李长贵说起短信的事，王大奎才认怂。可他却荒唐地表示，自己的初衷是为了夫妻俩好。你想想啊，你一年到头都在上海，没法照顾家里头。我是看秋香一个人在家寂寞，所以就……王大奎的话彻底激怒了李长贵。李长贵当即表示要去告王大奎，眼看事情就要闹大，王大奎这才慌张了起来。作为补偿，他主动向李长贵提起了上海的分公司，再次承诺该公司的利润全归李长贵所有。口说无凭，王大奎还拟了份合同，以作为李长贵的保障，而这也是李长贵此番前来的目的。妻子被占便宜，这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实。李长贵不想再失去东山再起的机会，于是便答应了王大奎的协商建议。可王大奎却提出了条件：长贵，你要是同意了，我就在合同的后面再附加一条，你再不追究我和秋香的事。行了，你赶紧把合同拟出来，我待会儿还有事儿。对王大奎这个要求，李长贵并没有拒绝，可他万万料不到，隐患竟也就此埋下。拿到合同后，李长贵很快就动身去上海了，一心想着快点拿到100万分红。可他怎样都料不到，色胆包天的王大奎竟马上又开始纠缠韩秋香。见韩秋香处处躲着他，一直不肯接电话，恼怒的王大奎再次在外面拦住了韩秋香，试图以收回李长贵的经营权做威胁，逼韩秋香就范。不料韩秋香这次没有再妥协，还表示自己马上也会跟去上海。
王大奎闻言顿时恼羞成怒，他很快以公司老板的身份打电话叫李长贵周末带上之前的合同回来。还未拿到分红的李长贵无奈只能照做。面对李长贵的疑问，王大奎解释称是想根据合同算算李长贵具体能分多少钱。然而当王大奎拿到合同后，却阴阳怪气地表示合同存在问题，律师说其中的条款违背了社会道德和法律精神，得不到法律的保障。如果李长贵还想经营上海的公司，就得让出70%的利润。李长贵闻言顿时暴怒，他万万想不到王大奎竟然会利用合同漏洞出尔反尔。见李长贵不肯答应，王大奎甚至无耻地撕毁了合同。你简直就不是人！李长贵呀，李长贵，你是不是做人做得有点失败啊？本来就是个瘸子，他还娶那么漂亮一个老婆，你以为你真捡到宝了啊？结果呢，不是还被我玩在手里？我让他哭，他就得哭；我让他笑，他就得笑。回去戴好你的绿帽子吧，啊！王大奎对李长贵的欺辱显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，他以为此举是保住了100万利润，殊不知自己已经大难临头。此时的李长贵已经在愤怒中渐渐失去了理智，看到桌上的水果刀后，他没有任何犹豫，对着王大奎就是一刀，将所有的怒火都倾泻其中。由于伤及要害，王大奎很快没了气息，而早已回家在外偷听的孙丽丽发现异常后马上开门而入，不料却看到了血腥的一幕。已经杀红眼的李长贵竟欲将孙丽丽也杀了灭口。生死关头，孙丽丽拿饮料砸伤了李长贵，才得以脱身。而随着孙丽丽的报警，李长贵很快落网。面对着冰冷的铁窗，李长贵虽余怒未消，但最终还是悔恨不已，一心想给妻子创造好生活，如今却只能让妻子独自面对苦难。屏幕前的各位是如何看待李长贵的做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